今天我们来聊聊冰糖。提起冰糖，许多人脑海中会浮现童年的甜蜜记忆。过去物资匮乏，糖果十分珍贵，小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几颗糖。在那个糖是奢侈品的年代，一小块冰糖都是宝。许多长辈会把买来的冰糖细细封存，只有孩子过年讨喜时，才舍得拿出一两颗让他们含着解馋。但要是平日里嘴馋了，我们会怎么办呢？有人干脆用汤匙舀一勺白砂糖冲水喝，也有人家里备着一块大冰糖，用小锤子敲下一些碎渣来解馋。那晶莹剔透的冰糖块在阳光下像块琥珀，敲碎含在嘴里，慢慢化开，甜滋滋的滋味让人难忘。随着生活水平提高，糖早已不再稀罕，如今冰糖更是家家常备的调味品。煮银耳汤要放冰糖，炖川贝梨也要放冰糖，甚至经典小吃冰糖葫芦都是用熬化的冰糖来裹出甜脆外衣。别看冰糖普通，对很多人来说却不可或缺。有了冰糖料理和甜品，便能画龙点睛，变得更加美味。现在甚至有些饮料店宣称用冰糖熬制糖浆替代果糖，因为冰糖带来的清甜口感更讨喜。可见冰糖虽平凡，却在各种食谱和食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然而，每当我们走进市场的糖品货架，看到白冰糖和黄冰糖并排陈列，闪闪发亮，您是否也曾犹豫不决，究竟该买白冰糖还是黄冰糖呢？白冰糖晶莹透亮，如同小冰晶一样讨喜；黄冰糖色泽金黄，更有传统手工老冰糖的模样。两者价格相近，又都是冰糖，难道只是颜色不同而已？还是其中大有门道？最近就有一位制糖厂的老员工在闲聊时无意说漏了嘴，透露出白冰糖和黄冰糖背后的真相，让人大呼意外。许多人看完之后才惊觉，原来自己以前一直都买错了冰糖。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这个甜蜜的谜题，看看哪一种冰糖更适合您，以后可别再选错了。那么白冰糖和黄冰糖的差别究竟从何而来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得先了解冰糖是怎么制造出来的，以及它在历史上经历了哪些演变。冰糖其实就是从糖之中结晶出的蔗糖大晶体。中国人制糖的历史悠久，早在唐朝时期，人们就掌握了从甘蔗汁熬炼砂糖的技术。唐太宗时，甚至曾派人远赴天竺，也就是今天的印度，学习先进的炼糖方法，带回技艺，使得唐代出产的糖又白又甜，名震一时。到了宋元时期，制糖工艺更进一步。相传唐末四川遂宁的一位糖匠创造了结晶冰糖的方法，广东一带也出现了利用黄泥水提纯甘蔗汁制成白砂糖的技术。那时候的冰糖已经成为贵族、宫廷和富裕人家喜爱的甜味珍品。由于制糖成本高昂，一般平民很难尝到真正的蔗糖甜味，冰糖更是非富即贵才能享用的奢侈品。颗颗晶莹的冰糖不但是舌尖上的珍馐，还承载着古代甜食文化的结晶。古人称冰糖为石蜜或冰梨，意思是像石头般坚硬的蜜糖，又如冰块般晶莹透亮。传统制作冰糖，通常将甘蔗榨汁熬煮成浓浓的糖液，静置冷却后，让糖分结晶析出。有些糖工会在糖液中放入竹签或棉线作为结晶的种子，糖晶便顺着媒介慢慢生长，数天之后就能沿着竹签结出大小不一的糖粒，像开花结果一般，颇为神奇。最早的冰糖往往带有淡淡的黄褐色，因为古法没有现代的漂白手段，糖液中的蔗汁成分和杂质会残留在晶体里，所以古代制出的冰糖颜色偏黄，也被称作土冰糖。一直到后来制糖技术提升，人们开始追求更洁白纯净的糖品，相继出现了精致的白砂糖和雪白的冰糖。例如宋代时出现了冰糖葫芦这种著名小吃，用熬化的冰糖浆裹住山楂，不但好吃，还流传着治病的传说。可见冰糖自古就深受喜爱，既是美味的点缀，也融入了生活与文化之中。那么同样是冰糖，为什么现代市面上会有白色和黄色之分？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顺带一提，如果您对冰糖的结晶原理感兴趣，也可以在家尝试一个小实验来自制冰糖。
方法是将白砂糖和清水按大约2:1的比例混合，加热煮成非常浓稠的糖水，一直煮到不再容易溶解更多白糖为止。然后把糖水倒入一个干净的玻璃罐中，接着用一根棉线或竹签垂直悬挂在糖水里，棉线上可以先蘸点糖水，沾一些糖粒作为金种，将容器盖好，静置在阴凉不被干扰的地方，耐心等待几天。您会发现糖晶逐渐在棉线上生长，日复一日体积变大，大约1周左右就能看到一颗颗闪亮的冰糖晶体挂满棉线，这便是冰糖的结晶过程。当然，自制冰糖的纯度和晶体大小可能不及工厂产品，但透过这个实验，您可以亲眼见证平凡的糖水如何化为晶莹的冰糖，十分有趣。其实，白冰糖与黄冰糖的原料并没有区别，差别在于制作工艺上的一个关键步骤。传统方法熬出的冰糖略呈淡黄，这其实就是黄冰糖的前身。黄冰糖通常也被称为土冰糖，意思是用较原始工艺制成的冰糖。生产黄冰糖时，甘蔗汁经过熬煮、浓缩和过滤杂质，然后直接冷却结晶。过程中没有特殊的脱色处理，因此结晶体保留了一部分甘蔗原汁的色泽。甘蔗汁本身带有淡淡的金黄色调，于是结出的冰糖就是微微发黄或金黄色的。简单来说，黄冰糖几乎是以天然状态结晶的糖，没有经过深度精制和漂白。与此相对，白冰糖则是在黄冰糖制成的基础上多了一道脱色漂白的程序。具体怎么脱色呢？许多糖厂会在熬煮糖液时加入适量的二氧化硫等食品级添加剂。一听到二氧化硫，别紧张，这其实是制糖中常用的传统手法。二氧化硫可以防止糖液氧化变色，还能起到漂白作用，使糖液变得清澈透亮。只要控制得当，过程中大部分二氧化硫都会随蒸汽逸散或在后续洗涤中被去除，成品中的残留量很低，符合食品安全标准。接着，糖液还要经过离心、分离、洗涤等工序，把残存的糖蜜和杂质去掉，最后再慢慢冷却，让纯净的糖分重新结晶。经过这些深加工处理后，产出的冰糖晶体就格外洁白透亮。由于过程中精确控制的结晶条件，白冰糖往往能长成大小均一的晶莹小晶体，让人感觉特别纯净漂亮。由此可见，白冰糖比黄冰糖多了一系列精致步骤，尤其是漂白、脱色去除了原有的色素和部分杂质，而黄冰糖少了这些处理，色泽自然偏黄。有人打比方说，黄冰糖就像保留原汁原味的老红茶，茶汤带点自然的茶色；白冰糖则像精致的花茶，茶汤清澈透亮，各有各的风格。这种工艺差异带来的影响，主要体现在外观、甜度、风味、营养成分和用途几个方面。接下来，我们逐一揭晓其中的秘密。先来看外观，乍一看，白冰糖和黄冰糖在颜色上就有所不同。白冰糖呈纯白或略带透明的状态，有的像小冰晶一样闪闪发光，而黄冰糖则是淡黄、米黄到浅琥珀色，透明度不及白冰糖。除了颜色，形态上也有差别。白冰糖通常是所谓的单晶体冰糖，也就是每一颗冰糖其实是一整个完整生长的蔗糖晶体。市售的白冰糖多为一粒粒大小均匀的小晶块，表面平滑，棱角分明，这就是单晶体结晶良好的结果。一颗单晶冰糖往往是多面体形状，有人说标准的单晶冰糖天然形成12个平面，因此能折射出漂亮的光泽。黄冰糖则多为多晶体冰糖，由许多细小的糖晶聚合而成一个不规则的大块。您也许见过整大片贩售的土冰糖，敲开后里面显露细密的结晶沙粒，那正是多晶冰糖的特征。由于缺少精细的控制，黄冰糖在结晶时随机形成大小不一的晶粒，彼此粘连在一起，所以黄冰糖常见以大块或不规则碎块形式出售，有的表面粗糙，一碰还会掉下一些碎渣。相较之下，白冰糖因为每颗都是单晶体，结构紧密，不易碎裂，并且大小形状都比较一致。这也是为什么白冰糖常以小块包装，
而黄冰糖经常是一大坨，需要敲开来用。再来谈甜度和风味，这可是大家关心的问题。哪种冰糖更甜、更好吃呢？有意思的是，不同人的说法略有出入。从化学成分上分析，冰糖的主要成分都是蔗糖，纯度通常在 99% 左右。白冰糖由于经过多次提纯，几乎就是纯蔗糖，所以甜味非常纯粹，入口只有单纯的甜，不会有其他杂味，给人的感觉甜度很高，而且干净。黄冰糖则因为未经完全脱色，其中残留了一点甘蔗汁的成分，包括极微量的有机酸、色素，以及少许葡萄糖和果糖等还原糖。果糖的甜度其实比蔗糖更高，因此有人觉得黄冰糖吃起来更甜更浓。同时，这些残留物也赋予黄冰糖一种独特的风味。有人形容那是甘蔗原本的清香，或带有一丝类似焦糖的甜香。相较之下，白冰糖几乎没有这种附加风味，就是纯粹的甜味。如果细细品尝，您可能会发现，白冰糖的口感偏清甜，甜味来得快而纯，不留其他味道。而黄冰糖的甜则稍显厚重一点，入口除了甜之外，仿佛还带着甘蔗本身的香气，余味中有一丝比较粗犷的感觉。有人甚至说，黄冰糖的甜带点沙沙的质感，或许正是其中极微小的杂质影响了溶解时的口感。不过，也有人特别偏爱黄冰糖这种独特的甘甜香气，觉得它比白冰糖的味道更有层次感。究竟哪种风味更讨喜，那就见仁见智，因人而异了。为了直观的比较两者，不妨做个小实验，分别将等量的白冰糖和黄冰糖放入2杯热水中，白冰糖很快就会化开，水几乎保持透明，喝起来只有清甜的味道。而黄冰糖溶解得稍慢，杯中的水带上了一丝淡淡的米黄色，喝一口甜味中隐约夹着蔗汁的清香。这个小实验可以清楚看出两者在溶解速度和风味上的差异。至于甜度高低，如果单纯以蔗糖含量来说，白冰糖因为更纯，理论上甜度略高，但黄冰糖含有果糖，而果糖的甜度比蔗糖高，所以实际品尝时，很多人反而觉得黄冰糖更甜更香。总体来讲，两者的甜度差异并不悬殊，同样重量下甜味强度相差无几，只是风味上略有不同。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，那就是白冰糖甜得纯粹，黄冰糖甜得醇厚。接下来看看营养成分。有人也许会问，黄冰糖和白冰糖哪个更有营养呢？坦白说，冰糖主要成分就是蔗糖，高碳水、高热量，本身并没有什么丰富的营养可言。不过相对而言，黄冰糖因为制作工序少，保留了一些原糖蜜中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比如甘蔗汁里本来就含有微量的钙、铁、钾、钠等元素，黄冰糖没有将它们完全去除，因此在糖精中还残留着极少量。而白冰糖经过反复精致脱色，把除了糖分以外的成分几乎都去掉了，各种矿物质含量可以说微乎其微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这些矿物质的含量都非常低。黄冰糖所谓营养价值更高，也只是相对白冰糖略高一点点而已。有实验检测发现，黄冰糖和白冰糖中微量元素的含量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所以千万别指望靠吃冰糖来补充营养，否则反而摄入过多糖分会对健康造成负担。适量的用冰糖调味，享受甜蜜就足够了。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或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，无论白冰糖还是黄冰糖都应当忌口，避免危害健康。民间有种说法，认为黄冰糖火气更小，更滋补，白冰糖则偏凉性。然而这些更多是经验之谈，缺乏科学依据。从科学营养的角度看，黄冰糖和白冰糖在维生素、矿物质含量上几乎没有差别，本身含量就不高。真正的区别还是在于是否使用了二氧化硫漂白，以及纯度高低的不同而已。说到冰糖的用途，我们日常烹调中经常会用到冰糖来替代白砂糖，因为冰糖的甜味纯正，在某些料理里效果比白砂糖更好。那么白冰糖和黄冰糖在使用上有什么讲究呢？其实各有所长，适用场合略有不同。下面就选几个典型场景，
看看白冰糖和黄冰糖各自的表现如何。首先，在中式烹饪中，很多菜需要炒糖色来提色提味，比如红烧肉、糖醋排骨等。所谓炒糖色，就是把糖放入油中，小火熬炒，直到糖融化并呈现棕红色的糖浆，再用它给食材上色。在这种场合，用冰糖往往比用白砂糖更佳，因为冰糖融化后，糖浆的粘稠度更高，炒出的糖色光泽更亮，味道也更醇厚。那炒糖色时，应该用白冰糖还是黄冰糖呢？这就见仁见智了。有些老厨师偏好用白冰糖，因为白冰糖纯度高，不容易炒糊，熬出的糖色红亮纯净，没有杂质颗粒，成品菜的颜色更漂亮。他们用白冰糖熬出的糖浆浇在肉上，每一块红烧肉都裹着一层亮晶晶的糖衣，红润发亮，格外诱人。另一些经验丰富的厨师则喜欢黄冰糖，觉得黄冰糖自带甘蔗香，炒出的糖色风味更加丰富，色泽也稍深，更有食欲。其实两种冰糖都可以用来炒糖色，各有优点。白冰糖因为颜色变化明显，从透明渐渐变成金黄、红棕，对新手来说比较容易掌握火候。黄冰糖本身带色，炒制过程中色泽变化不易看清，需要更有经验。不过总的来说，用冰糖来炒糖色一定比用普通白糖效果好，这可是许多大厨们的共同心得。接下来是甜品和饮料方面，如果我们想泡一杯冰糖雪梨水、桂花冰糖茶，或者煮一锅银耳莲子羹，通常会选择使用白冰糖，因为白冰糖比较容易溶解，而且熬出的糖水颜色清澈透亮，不会影响原本食材的色泽。尤其在制作一些浅色或透明的甜品时，例如冰糖燕窝、冰糖银耳汤，我们希望汤汁是清亮的，用白冰糖就很合适。白冰糖的甜味纯粹，不会抢走食材本身的香气和风味。比如银耳汤本身有淡淡的清香，如果用黄冰糖，可能会带进一丝甘蔗糖蜜味，反而盖过银耳的幽香。而用白冰糖则能凸显原味，只提供甜度和润泽的口感。再来看看糖果制作，传统小吃冰糖葫芦就是用冰糖熬成糖浆，迅速冷却后裹在山楂等水果外面，形成脆脆的糖壳。冰糖葫芦讲究糖衣晶莹剔透，脆甜不粘牙，而要达到这种效果，几乎必须使用白冰糖来熬糖浆，因为白冰糖熬出的糖液透明度高，冷却后糖壳接近无色或仅带淡金黄，能清楚透出里面鲜红的山楂，非常美观。如果改用黄冰糖熬糖浆，糖液一开始就较深，最后凝固后糖壳颜色偏褐，不仅不够透亮，还会遮住水果原本鲜艳的色泽，卖相就差了一些。所以凡是对成品色泽有要求的甜点，最好用白冰糖来制作糖浆。说完了白冰糖在甜品上的应用，接着看看黄冰糖在养生领域的表现。小时候我一咳嗽，奶奶就会给我煮冰糖炖梨水，每次她都叮嘱一定要用黄冰糖，据说这样才能润肺止咳。民间广为流传的偏方冰糖炖梨，就是用冰糖加梨熬煮治疗咳嗽。许多长辈都坚持要用黄冰糖，认为效果更好。他们的道理是黄冰糖火气更小，更加滋润，而且黄冰糖中保留的甘蔗原汁成分能增强润肺止咳的作用。虽然科学上未必能证明黄冰糖在止咳上就比白冰糖强多少，但多年来的经验使大家对黄冰糖的疗效深信不疑。很多市售的中药糖浆，例如川贝枇杷膏、秋梨膏，中也加入冰糖作为原料之一，就是利用冰糖润肺止咳的特性。在广东、香港等地，人们熬制凉茶或草本汤饮时，常常也会放入几块冰糖来调味，不仅中和草药的苦涩，也让饮料更温和可口。此外，一些需要滋补的甜汤或药膳，如炖阿胶、煮红枣、银耳羹等，也偏爱用黄冰糖调味，认为这样做出来的汤品更加温补。在某些中药配方里，还特别指定使用冰糖而非白糖。据说冰糖性平不燥，其中又以未经精制的黄冰糖最为温和，能滋阴补气。当然，这些传统观念缺乏科学佐证，但在很多老一辈心目中，
黄冰糖早已和滋补养生画上了等号。综合来说，白冰糖适合用在追求清亮色泽和纯甜风味的场合，比如泡茶、熬制浅色甜汤或需要透明糖浆的甜品。黄冰糖则更适合用在想增加一点甘蔗风味或传统滋补的场景，例如深色炖煮料理、药膳汤品等。不过，这并不是绝对的规则，很多时候两者也可以混用，只要注意根据口味调整用量，不要让甜度过头即可。了解了两种冰糖的特性后，我们就能根据需要对症下糖，真正发挥冰糖画龙点睛的妙用。另外，冰糖与我们日常使用的白砂糖和红糖、黑糖在性质上也有区别。白砂糖是甘蔗或甜菜，糖汁经高度精致结晶而成的细小颗粒糖，纯度极高，甜味直接而迅速，易于溶解，是日常最常用的食糖。红糖则是甘蔗汁熬煮浓缩后未经结晶的糖，保留了大量糖蜜和一些矿物质，颜色深褐，甜味中夹带着蔗糖香和糖蜜风味。在中医看来，红糖性温，有补血活血的作用，因此常用于月子滋补等场合。冰糖可以算是白糖的再结晶产品，纯度接近白砂糖，但由于结晶缓慢，其性质在中医角度被认为更加平和，不寒不燥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由于冰糖多为大颗粒块状，不易迅速溶解，在制作蛋糕、饼干等烘焙食品时，不宜直接使用冰糖，以免无法充分搅匀。因此，这类场合应使用白砂糖或细砂糖来替代冰糖。总的来说，各种糖的主要成分都是蔗糖，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精致和脱色程度不同。选择哪种糖，要视具体用途和口味需求而定。说了这么多，肯定有人要问，选购冰糖时究竟该怎么挑呢？是买白的还是黄的？有没有简单的判断标准？别急，接下来就分享那位制糖厂老员工偷偷透露的选冰糖诀窍。其实无论白冰糖还是黄冰糖，最重要的还是品质好坏。我们可以从颜色、气味和触感3方面来分辨冰糖的品质。首先要观察冰糖的颜色，上好的冰糖，白冰糖通常呈现柔和的象牙白或微微朦胧的半透明状，黄冰糖则应该是均匀透亮的淡黄色。如果发现冰糖白得像玻璃般晶莹剔透，毫无杂质，那未必是好事。内行提醒，过分纯白的冰糖可能意味着制作时使用了过量的二氧化硫来漂白。虽然允许的二氧化硫残留对人体无害，但一些不良商家为了让冰糖卖相更好，可能过度漂白，导致成品中二氧化硫残留超标。这样的冰糖看起来虽白，其实暗藏隐患，吃起来甚至可能有一丝硫磺的气味，所以冰糖并非越白越好。正常优质的白冰糖应该略微带一点奶白或微黄的色调，那反而说明它比较天然安全。事实上，市场上确实发生过冰糖二氧化硫残留超标的事件。几年前，食品监管部门抽检时，就发现有厂家生产的一款单斤冰糖二氧化硫残留量比国家标准高出5倍以上。最终，该产品被勒令下架并召回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挑选冰糖时千万不要只看外表漂不漂亮，更要选择信誉可靠的品牌和厂家，以免买到过度漂白的产品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冰糖的颜色过于深黄甚至发棕，那很可能是存放太久或受潮变质的迹象。冰糖一旦受潮，表面会氧化变黄，还可能粘上灰尘杂质，使颜色变暗发灰。这种颜色彰黄的冰糖品质已经打折，最好不要购买。好的黄冰糖颜色应该是清亮柔和的浅黄色，带点透明感而不暗沉。购买时可以将不同包装的黄冰糖拿来对比，色泽均匀，偏淡的通常质量更佳。再来，闻一闻冰糖的气味。正常的冰糖几乎没有明显气味，充其量只有淡淡的糖香。如果打开包装闻到刺鼻的酸味或其他异味，那就要提高警觉。酸臭味可能是二氧化硫残留过多的迹象，因为硫磺熏过的东西会带点酸味。如果闻到发霉的味道，或者冰糖表面已经潮湿发黏，那说明冰糖储存不当，可能滋生了细菌、霉菌。这样的冰糖最好别买。
品质好的冰糖应该是干爽无味或仅有一丝糖香的。凡是闻起来让人不舒服的冰糖，都宁可放弃，不要购买。最后，我们来感受一下冰糖的触感，可以隔着包装轻轻捏一捏冰糖。优质的冰糖晶体结构坚硬紧实，不容易一捏就碎。如果轻轻一捏就碎成粉末或细渣，那多半是冰糖内部结晶松散，纯度不高，或者已经受潮脆化了。还有，好的冰糖摸起来应该是干燥不粘手的。假如手指碰到冰糖感觉潮乎乎的，或者袋子里的冰糖粒彼此粘在一起，那表示它已经受潮融化了一部分，这种也不宜购买。除了以上几点，购买冰糖时还有一些小技巧，尽量选择密封包装的产品，品质更有保障。透过透明包装，可以仔细观察冰糖的颜色和形态，不要购买看不清内容物的散装冰糖。你还可以轻轻晃一晃包装袋，品质好的冰糖互相碰撞时会发出清脆的声响，而且颗粒之间不会全部粘住。这些小动作都能帮助我们挑出干爽结晶好的冰糖。冰糖在保存上也有讲究，因为它非常容易吸湿受潮。保存冰糖的诀窍就是保持密封、干燥并存放在阴凉处。开封后的冰糖建议尽快装入密闭干燥的容器中，比如带盖的玻璃瓶或塑料储物罐，避免长时间直接暴露在空气里。存放的位置要远离潮湿和热源，最好放在阴凉通风处。另外，在气候温暖的地方还要小心防蚂蚁，别让甜味引来虫害。如果周围环境湿度太大，冰糖就很容易变黏，甚至发生质变。传统上有人说，冰糖受潮后，蔗糖成分会部分转化，风味就变差了。总之，一定要尽量保持冰糖的干燥。如果发现冰糖受潮结块，也不用着急丢掉，可以把它放到太阳下晒一晒，或者用电风扇吹一吹，让多余的水分蒸发掉。冰糖重新干爽后还是能继续使用的，但要注意，如果冰糖表面已经严重发黏，甚至长出了霉斑，那就只能果断扔掉，毕竟入口的食品安全最重要。一般来说，冰糖的保质期约有18个月，虽然糖不容易腐败变质，但存放时间太长，品质也会下降，所以建议家中不要囤积过量的冰糖，最好随用随买，保持新鲜干燥，这样吃起来最安心。最后，再分享一个小妙招，教您如何快速将大块的冰糖敲碎。很多人买回黄冰糖时，常常是一大块，需要用的时候才发现不容易弄开。不少人会直接拿菜刀砍或用手硬掰，但这样很费劲，碎片还可能溅得到处都是。其实可以巧用微波炉来解决这个难题，只需把大块冰糖放在一个可微波的容器里，加热10来秒。鸡蛋大小的冰糖块加热约10秒，比鸡蛋更大的块则加热15秒左右。注意加热时间不宜太长，否则冰糖会融化冒泡。取出后，冰糖内部因受热而略微软化，这时用手一掰，或者用干净的工具轻轻一敲，就能轻松将它碎成极小块了。如果没有微波炉，传统办法也可以，将冰糖用干净的布巾包起来，放在坚硬平坦的表面上，用锤子或擀面杖用力敲几下，也能把冰糖大块敲成碎片。而且布袋可以防止碎渣飞溅。总之，千万不要徒手直接去掰特别大的冰糖块，不仅费力，还可能被突然崩落的尖锐碎片划伤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现在，关于白冰糖和黄冰糖的秘密，我们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。回到最初的疑问，冰糖买白的还是黄的好呢？其实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，而是取决于您的用途和个人喜好。就像一对亲兄弟，一个斯文精致，一个淳朴浓郁。白冰糖和黄冰糖虽然外表不同，但本质上都是蔗糖结晶，甜度也相差无几，谁也称不上比谁更好。关键是根据场合选择适合的那一种。白冰糖好比城市里长大的少年，干干净净，不染尘埃。黄冰糖则像乡野间土生土长的姑娘，虽然肤色不如前者白皙，却自有一股淳朴的甜美气质。如果您追求糖的纯净度，希望甜味剂不要影响饮品或甜品的色泽和风味，那就选择白冰糖。相反，如果您喜欢甘蔗的天然风味，或者准备熬制传统滋补汤品，那不妨选择黄冰糖。
也有人打趣的说，泡茶煮汤用白冰糖，滋补烹调用黄冰糖，虽是经验之谈，但也有一定道理。当然，很多时候两者并没有绝对的界限，可以根据实际需求灵活运用，只要注意别让甜度过头即可。就健康而言，白冰糖和黄冰糖并没有谁更健康的区别，毕竟摄入太多糖分对身体都不好，所以不管用哪种冰糖都要控制用量。现在您知道了白冰糖和黄冰糖背后的故事和区别，就不会再被它们的表面颜色所迷惑，也不会被商家的宣传噱头牵着走了。以往我们可能觉得白冰糖看起来干净就只买白的，或者听说黄冰糖营养丰富就一股脑儿跟风选黄的。如今真相大白，两种冰糖各有千秋，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一款才是最明智的。所以下次当您走进超市，面对货架上那一包包白晶晶的白冰糖和金灿灿的黄冰糖时，心里自然就有了答案，再也不怕买错了。有了这些知识，我们在厨房中使用冰糖时就多了一份从容，也让生活多一分甜蜜与安心。愿您在掌握这些知识后，能够更加得心应手地使用冰糖，为日常生活平添一丝晶莹的甜蜜。